最近半年呀，大量的媒体开始关注加拿大的社会问题。很多媒体报道呢，大量的移民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发现这里生活艰难，根本就不是宣传中的梦想之地。最后呢，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离开加拿大。尤其是在中文自媒体领域啊，似乎也形成了一股风潮，只要是骂加拿大的内容就能够吸引眼球，谁骂加拿大骂得狠，就能够代表这个人的政治正确，就越能够让大家相信这个自媒体呢是说实话的良心博主。似乎一切迹象啊都指向了一个命题，就是加拿大已经开始衰落了。那么，加拿大的大规模移民出走到底是怎么回事？加拿大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这里还是一个理想的移民国家吗？今天大伟就给您来回答这些问题。As Ottawa prepares to reveal new immigration targets tomorrow, new research shows more immigrants are leaving Canada. Canada may now have an issue retaining recent arrivals. More immigrants are moving away from Canada in recent years. The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difficult for both people who've lived in Canada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newcomers. That means some people who chose to move to this country are now making other plans. 首先，我们来看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在经过9年的联邦左翼自由党的领导，以及3年疫情的洗礼后呢，加拿大目前在民生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房价、租金和食品的价格快速攀升啊，导致生活成本急剧增加。再比如留学生和海外劳工以及难民的大量涌入，导致加拿大移民体系一直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同时呢，也让本地的生活服务资源和工作岗位更加的稀缺。另外啊，因为经济及移民政策的一系列失误，一些原本在加拿大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啊，比如说种族矛盾、犯罪率升高、社会风气下降等等问题。这些呢都是不争的事实。每个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或者是长期关注加拿大社会的朋友呢，都会在近期有所体会。加拿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了。而同期呢，加拿大的联邦统计局也发布了一个移民迁出的一个数据报告。根据报告呢，在1982年到2017年间登陆的移民在5年内离开加拿大的概率是5.1%，而在20年内离开加拿大的概率呢是17.5%。一时间呀，加拿大的各大媒体都争相引用这个数据进行报道。因为这恐怕是加拿大关于移民迁出的唯一的一个数据统计，而这组相对简单的数据呢，似乎并不能满足媒体和社会各界的一个胃口，大家也纷纷找到一些离开加拿大的移民进行采访报道，以对加拿大的目前现状表达不满。比如呢，就有一篇来自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自述信在加拿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很有代表性。这名女生呢是在高3的时候就来到加拿大交换然后在2016年入读 NS 省的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豪斯大学。那时呢，她跟同学在市中心租了一个2居室的公寓，每个月的租金呢只要700加元。她说那时候的哈利法克斯人少车少住房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是一座非常宁静的城市。人们也都非常友好陌生人之间这个很乐于互相帮忙，甚至这个每个人都会为你这个开门留门在2020年，这个女生刚刚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疫情。那么这名留学生呢，她也选择回国住了1年多。但是呢，当她再次回到哈利法克斯的时候呢，却发现一切似乎都改变了。几年前，一个联排别墅的价格只要40-50万加元，但是现在翻了1倍，达到90万加元。他租住的1居室的公寓的租金呢，每个月也涨到了2000加元。他刚来的时候呢，50块钱就可以在超市里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花80加元也买不了几样东西了。而哈利法克斯的人口也在短短几年间呢增长了10%，现在呢也会出现这个交通拥堵和人满为患的一些景象。这个女生呢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呢年轻人的梦想还是要自己开店创业。但是租一个门店的价格呢，就要每个月3000加元，这么高的租金呢，实际是很难盈利的。所有的这一切呢，让这名年轻人最终选择了放弃了加拿大的生活，而回到北京去自己父母经营的一个内衣公司工作。那么未来呢，准备继承家族企业，他的父母也非常开心能够回去。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留学生或者年轻移民选择放弃加拿大的一个案例。飞涨的生活成本、有限的就业机会，再加上越来越嘈杂繁忙的都市，似乎让加拿大失去了移民的吸引力。所以您看啊，无论是从数据采样还是田野调查的角度，这些定量和定性的样本都有了啊，更加坐实了大家的一个认知，那就是目前的加拿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迁出潮。很多正在移民路上的朋友啊，也不禁怀疑，加拿大现在变得这么差啊，移民加拿大还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从2个角度来审视，也就是移民的视角和加拿大社会的视角啊。移民迁出者到底是怎么想的？加拿大又出现了什么问题？从移民的视角呢，我先来说说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这组数据。新移民5年内的迁出率达到了 5.1%，20年内达到了 17.5%。这个数字是高是低呢？我告诉您啊，它既不高也不低，因为这组数据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什么都说明不了。首先，根据这个报告的统计，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相差率相差极大。比如迁出率最高的是来自于法国、美国、台湾、香港、英国、韩国这类经济发达地区的移民，而来自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牙买加这类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呢，反而迁出率很低。在这其中呢，中国的移民正好排在中间，既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其实啊，我们很容易理解，对于那些来自发达过地区的移民啊，加拿大也并不比他们原来自己的母国环境好多少。这类移民来加拿大的理由呢，可能就是为了换个生活环境，又或者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啊，再或者呢是找了一个加拿大的配偶，那就顺便申请个加拿大的移民。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的移民是最典型的，这几个国家呢都承认双国籍。那么来加拿大移民无非就是多一个护照，多一个选择。如果住不习惯，或者在母国甚至其他国家还有更好的发展机会，那就再离开，也没有什么太多可犹豫的地方，是吧？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印度和菲律宾，无论如何，加拿大的环境和生活质量都要比他们原来的母国强太多了。那么即使移民初期生活艰难，也要咬着牙坚持下去。而中国的情况呢，就比较复杂了。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很难界定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 GDP 呢，已经接近了 1.8万美元啊，即马上就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一个行列了。所以中国的移民迁出率不高不低，排在中间也不难理解。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中国女生的案例呢，就最能说明情况。移民加拿大并非是那个年轻人唯一的选择，国内他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更好的事业机会，还有盼着他回去的父母。那么加拿大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呢，可能就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风景而已。那么除了国家的维度呢，对于移民后再次离开的理由，每个家庭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比如说呀，我随便举出几个原因。来加拿大的移民呢，我相信有很多都是看重这个社会的基础教育质量。13年的基础教育全部免费啊，教育水平非常的平均，没有什么贵族学校，也更没有什么问题学校。在加拿大的读书的孩子，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了。那么有些家庭呢，在孩子在加拿大接受完基础教育，上了大学之后呢，那些为了孩子移民的父母呢，也就失去了留在加拿大的意义。他们回国继续自己的事业，或者过自己熟悉的生活，那也是很正常的选择。再有呢，比如说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好啊，需要人照顾，为了尽孝，我们回国也是有可能的。再比如说呢，原来在母国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创业的机会啊，能赚大钱，那么离开加拿大也是情理之中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国人啊，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也就是卫星家庭。那么就是先生在国内继续赚钱，那么太太陪着孩子在加拿大读书啊。这种长期的两地分居，实际是使得家不像家，那么长此以往，自然不是一个办法，尤其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最后呢，一家人做出艰难的选择，还是回国发展。这种情况呢，也不罕见，我身边就有好几例。
这些都是离开加拿大的理由，也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您别忘了啊，这些离开加拿大的人中呢，很多人手里都是握着一本加拿大的护照，至少是一张枫叶卡。他们离开加拿大呢，并不是难事。我们从小其实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都可以离开，那更不用说加拿大了。但是对于这些离开的人来说，加拿大却永远是一个避风港啊，是一个未来可以享受自然、有着完善的医疗和养老环境的地方，永远是一个备胎。你现在离开了，未来想回来的时候还可以随时回来。所以说呀，您别光看移民迁出率的这个数字，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就是说加拿大不行了，加拿大不再是一个适合移民的国家。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目前加拿大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一会儿再去探讨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我真正想说的是呢，正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给了所有正在计划移民加拿大的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移民的艰难与价值。在加拿大想要顺利的生活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并且真正找到自己移民的价值更难。过去几十年啊，在我们国人的认知中啊，出国甭管是留学还是移民，是一件多么洋气、时髦而且奢侈的事情。尤其是移民，似乎呢这就是有钱人的专利，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啊，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移民的道路，尤其是移民后的生活，却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加拿大社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这种认知的误区就更开始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认为啊，加拿大是一个发达国家，在这里随便做一个蓝领工作就能够有很高的收入，甚至越是蓝领工作就越抢手啊，在加拿大活下去一点都不难。的确啊，这个社会工作不分贵贱啊，很多蓝领职业的收入呢要远远高过白领。比如说，一个程序员或者律师的收入呢，还有可能不如一个水电工的收入高。但是呢，您不知道的是，想要做好一个优秀的水电工有多难。抛开资质和牌照不说，单说练就一身本领和经验啊，积累响当当的个人品牌，这需要多少年的投入？更不用说西方世界中很多资深的蓝领技师呢，都是家族一代代传承的。他们的人脉、资源、经验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被人超过的。所以啊，蓝领工作收入确实不低，但前提是您要在移民后到加拿大后呢，进行很多年的积累，后面才能够逐渐的开花结果。所以啊，您要是想象着这里遍地都是工作，只要我们肯屈就啊，做个蓝领就能有很高的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跟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收获，短期内就想有很大的收获是很难的。还有很多人认为啊，加拿大的教育好，尤其是基础教育，那就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出来啊，甚至从小学就开始留学的人都大有人在。有些家长呢，甚至抛弃一切过来陪读，有些则是让孩子住寄宿家庭或者是住校，锻炼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但是呢，在来到加拿大之后，这些家长才发现，加拿大的教育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这里呢，根本就不能把孩子的教育全部都托付给学校啊，甚至学校每天你想2、3点钟就放学，孩子在学校的时间一共没有几个小时，再加上学校不督促学习，极少考试，更没有排名，不鼓励竞争，而这里的学校呢，也没有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分。排名高的学校呢，比排名低的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你说这样还怎么让孩子未来成龙成凤？怎么让孩子读顶级大学？的确就是这样的。加拿大的学校教育呢，最多只占孩子成长教育的1/3，剩下的2/3呢，是要靠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力量。而整个教育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让孩子能够读上好大学、好专业，成为精英。这个社会啊，是要培养一个个真正按照自己兴趣特点成长的孩子，是要培养出属于在方方面面都有一定一技之长，能够把自己的价值最终回馈社会的公民，而绝不是人人都是奔着精英去努力的。所以在加拿大呀，只想把孩子托付给学校，让孩子自由成长，
那很有可能是达不到您当时让孩子去留学的最终目标的。在这里呢，您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教育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也是另外一个误区，来了加拿大之后就可以躺平了。原来的生活呢太卷太累，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身心疲惫。来加拿大呢，就是图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不用太努力也可以过得不错，因为这不就是一个福利国家吗？很多朋友在申请移民之前就对加拿大的福利了熟于心什么牛奶金、低收入退税、食物银行、残疾人保障、失业保障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甚至是养老金都算得清清楚楚。但是呢，来到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只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且是短期的、阶段性的。那么即使我们在移民初期可以拿到各种福利和补偿，但是光靠这些福利是没办法生存的，更没办法过上真正舒适的生活。这时呢，如果再碰上找工作受挫教育上也跟之前想的不一样，尤其是在看到别人的生活都那么悠闲这时候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这种失衡感油然而生。加拿大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吗？不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的社会吗？尤其是现在物价飙升，人满为患，加拿大真是对新移民太不友好了。这里不是我梦想的家园，那我还是回去吧。这就是我见过最典型的对移民加拿大的这个社会的一个误区而且现在这样误区的人呢是不在少数的。这里呢，我不是特指我们国人，那么那些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的情况呢更加严重。无论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有多么大的区别，其实在来了加拿大之后呢，大家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困惑和挑战。没人否认过加拿大是一个久负盛名的移民国家，这里对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来说都有太多的吸引力。但是呢，您也要知道，这里也并非是什么事情都完美的天堂，尤其是对于移民来说，初期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您就是在移民前做再多的准备，之后也总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说您就是有充足的资金，再来了之后也一定会碰到文化冲击，从而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您就是英文再好，也有可能在职业技能上不受认可，事业上呢很多年中都达不到出国前的高度。您就是生活习惯再怎么西化，也依然无法交到本地的一个知心朋友，更没法真正的融入他们的圈子。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如果这些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足的话，再加上目前加拿大的社会问题，就很有可能对移民产生质疑，甚至选择回流。归根结底目前加拿大的经济情况是不太理想确实对新移民在加拿大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导致了一部分人呢离开这个国家。但无论如何，这里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移民离开的一个迹象。不仅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撑，就连我身边认识的朋友也极少是在最近因为经济这个情况变差而选择离开的。说白了呢，既然要移民加拿大，就要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有所认知，更要对自己未来的移民生活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如果是奔着赚钱来的，加拿大一定不是一个好地方。这个国家跟西欧的很多国家类似一份工作的薪水有可能10年、20年都涨不了太多，更没有太多升迁的机会。所以如果想飞黄腾达，那么去美国追求美国梦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我呢，从来不愿意用二流国家来形容加拿大，但现实的情况，不管是从国家的人口数量、整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来说，加拿大可能连二流都算不上。但是从社会的完善程度，从制度建设、从自然环境、从人民的幸福感上来说，这里呢却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差来加拿大就是要心平气和，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缓慢前行，就是要放弃那些飞黄腾达的成功梦想，也更是要接受这个社会对所有事物的包容。移民越久我越是能够感受，移民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选择，移民更不是所有人生问题的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这就跟结婚一样，不是最优秀的就是最适合你的人，而真的是
要能够在一起投缘投脾气啊，真正价值观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才幸福。说了这么多移民的角度，我们再从加拿大的视角来看看移民出走的问题。加拿大的社会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曾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现在加拿大抱怨最多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啊：房价、租金、物价太高，工作难找，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啊，犯罪率升高，社会风气大不如前。啊，怎么样？一下子说了这么多问题，您是不是觉得加拿大这个国家真是快不行了？这不就是典型的快速衰落的一个表现吗？之前呢，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现在的阿根廷就是未来的加拿大。您千万别着急啊，我一一来给您分析一下这些问题所在。咱们先说房价，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当中呢，加拿大的房子真的是不便宜，甚至是可以用贵来形容啊。那么加拿大的房价到底有多高呢？我们还是用数字来说话。目前加拿大全国的平均房价呢是43.88万美元，美国呢是41.77万美元，澳大利亚是49.86万美元，英国是45.94万美元，法国是51.4万美元。看完您是不是有点惊讶呀？加拿大的房子仅仅比美国高出了5%左右，而比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的房子都要便宜。后面呢，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说说加拿大的房子和房价。那么这里呢，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我的认知。加拿大的房子的确是不便宜，但是呢，存在就是合理的。加拿大作为老牌的一个发达国家呀，也是 GDP 世界排名前10的国家，房子自然不可能是白菜价啊，这个谁都能够理解。但是呢，加拿大房价最大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涨得太快了。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经济增长。加拿大在过去10年间的人均 GDP 几乎没有增长，可以说呢是失去的10年。但是呢，在人口数量上，10年间加拿大的人口从3500万增长到了4000万啊，10年间人口就增长了1/7。这样的人口增幅呢，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当中绝无仅有，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这500万的人口增长，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了拉动房价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尤其是最近5年啊，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房价直接上涨了超过30%，而在一些原来房价基数本来就较低的城市，涨幅则更加惊人。你比如说，NB 省的一个重要城市蒙克顿啊，5年间它的房价整整涨了1倍，而NS 省的一个著名城市哈利法克斯，房价则是上涨超过了80%啊。哈利法克斯呢是加拿大东部大西洋省份中最大的城市，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选择离开加拿大的中国女孩居住的城市。看到这个房价上的数据，我们就更能理解那个女孩选择离开的理由了。还是那句话，加拿大的房价高不高呢？一定是不低的，是很高的。但其中呢，水分和泡沫有多大，在我看来也并没有那么夸张。加拿大的楼市呢，跟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呢，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它的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于经济泡沫，更不是全民投资买房，而是实实在在的旺盛的住房需求。10年人口暴涨了1/7，而增长的它不是新生婴儿啊，而是拖家带口来的一家一家的新移民。这些人在来到加拿大的第1天就有强烈的住房需求。自然啊，加拿大近年来的货币以及这个信贷的宽松政策呢，以及这个疫情期间的通货膨胀，也一定程度上拉高了房价。但是呢，究其根本，还是刚需的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房价的上涨。所以啊，您要问加拿大的房价未来的走向怎么样？我相信呢，短期之内一定是上上下下的波动，但是长期来看，只要加拿大还坚持招收移民，这点我相信也变不了啊。只要是加拿大和国际形势没有太大的危机，我相信还是长期稳定上扬的。我们再说工作难的问题，您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媒体和统计数据的一些报道啊，说某某省份某某城市的失业率又创下新高啊。
但是我跟您说呀，这些数字同样是意义不大的，因为加拿大跟任何一个国家不同，这个是一个移民国家啊，每年有近100万的新劳动力补充进来，失业高主要是体现在新移民难民以及留学生群体上，本地人的失业率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的经济是没有什么活力，但也确实是非常的保守和稳定。你比如说，它的石油、矿业、农业、制造业、民生服务业以及新兴的 IT 和娱乐产业都相对比较稳定，你看不到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这就又说到加拿大的保守了。从经济上呢，这个国家有2个比较大的特点，一个是它极其重视人权，保护传统产业以及相关的从业者。以互联网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呢，在加拿大发展的非常缓慢，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传统行业存在着大量的就业者啊。新经济发展的太猛，传统行业的就业者那么就会失业，所以保护传统经济就是保护就业，其代价呢也就是发展的比较缓慢。加拿大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极其重视环境保护。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哪怕是发展慢或者不发展都在所不惜。这也是联邦的 NDP 新民主党和绿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理念，这也一定程度上呢影响到整个加拿大的社会。比如说在 NDP 执政的这个 BC 省偌大的一个省份您几乎见不到任何的大型工业企业和制造业。你想在这样的保守的全民认知下呢，加拿大的经济也必然是不温不火，缺乏活力，缺乏增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一定程度上减低了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发生的一个概率。我们这里说的有点远再说回就业。简单来说，目前对于新移民来说，就业是真的难，非常难。但是呢，一旦度过了最开始艰难的时期，您就会发现生活会趋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一个本地人或者老移民绝不存在40岁这个被裁员，连送餐工作都找不到的情况。只要是您熟悉了这个社会，您就会发现，在这里活下去并不难但前提就是您过了新移民那个阶段。再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移民融入的过程就是逐渐摆脱弱势地位的过程，就是要逐渐变成本地人的一个过程。您说加拿大的房价高，但是我跟您说，加拿大的自有房的一个比率是2/3。你说那2/3有房子的人，他们会抱怨房价高吗？他们当然会希望房价不断的上涨，至少是维持现状，只不过没人会公开站出来说而已。您说加拿大工作难找，但是绝大多数本地人或者老移民都有稳定的工作都奠定了自己的职业基础，他们真的会关心新移民过来工作难找吗？这里我无意是挑拨新移民和老移民以及本地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就是真相，就是现实。新移民在哪里都是最难的，是最弱势的群体。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当然也希望新移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快速的融入，但做的呢大多都是表面文章。我们作为移民根本不能指望加拿大政府来保障我们的衣食无忧，来躺平享受生活。您要相信就上当了。在一片新的土地上重新打拼建立家园，其实谁都指望不上，只能是靠我们自己的勤劳、聪慧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再说说以苛捐杂税为代表的加拿大的一个管理体制问题，这个反而是加拿大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抱怨、不吐槽的问题。加拿大联邦有2个主要的党派左翼的自由党和右翼的保守党。那么在加拿大历史上呢，也一直是由这2个政党轮流执政，从没有出现过第3个执政党。这一点呢，与美国比较类似。而加拿大向来是以左著称即使我们说这个保守党偏右，也是相对而言，加拿大的保守党如果放到欧洲去呢，也是偏左的。那么左和右有何区分呢？大体上来讲左翼政党的这个政治理念呢，就是大政府强调政府对于经济或国家治理的作用，重视和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重视平等，
它的发展思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包容、进步，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右翼政党的主要执政理念呢，则是接受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强调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涉。那么对待文化以及社会治理方面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它更加强调传统的价值。当然了，这只是最基础的一些区别。放到人类的各个时期呢，各个国家左右都有不同的定义和区分。而且这是一个极大的命题，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深究。只不过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整体偏左的国家呢，其政治立场的区分呢，并不像美国那么大，甚至呢都能够产生社会分裂。在我看来呢，加拿大的左跟右产生比较大区分的，主要是体现在对待经济、移民和外交的态度上。这里呢，我并非是要表明我的政治立场，而是有一说一。加拿大的左翼代表，也就是目前的执政党联邦自由党，确实是在最近10年来犯下了不少的错误。我们先说官僚体制，现在的加拿大经济上缺乏对大型企业的支持，以至于加拿大原来有的那些国际知名的企业呢，不是相继破产，就是被国外企业收购。而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加拿大政府却不遗余力，但是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很多的扶持政策，甚至是直接的现金补助，也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大多都是走形式，甚至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专门靠政府补贴而活着的一些皮包公司。而另一方面呢，政府大幅度的参与到国民经济当中，也造成了官僚机构的臃肿。比如说税务局、移民局海关等等联邦的部门，10年间它的规模它的雇员增加了不止1倍。而臃肿的政府机构呢，其服务效率和质量也开始大幅的降低。移民的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移民部我们都知道，审理一个移民申请少则1年，多则几年，时间长成本就增加。那么据说呢，审理一个移民的政府成本甚至有可能高达上万加元。前2天我还听到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案例，一个陷入到安全调查的难民申请，居然足足审了9年的时间还没有结果，人家最后起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耸人听闻。那么这几年呢，加拿大本地人也被政府的低效率弄得苦不堪言。比如说更新个护照至少要等待半年，新移民入籍至少要排队2年。甚至还出现了去现场办护照的时候要早上4点钟去排队的情况。因为什么呢？政府只是上午办公，而且就只开那么几个窗口。政府的电话永远是世界上最难打的电话，什么税务局、移民局，还有提供公民服务的 Service Canada， 想打个电话平均要等上1个小时才能够有人接听。这些还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你要是审批个什么绿色食品的这个执照上马个工程项目甚至是自建房变更个土地用途那就麻烦透了。政府的办事人员他也不收礼就是慢，就是不着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加拿大人口增长那么快，但是房屋建设远远跟不上的原因。政府审批土地和建房的流程太复杂、太冗长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而你一旦审批慢，不光是简单的影响建房的速度，那么盖一个自住房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半年的时间，但是审批各种手续需要2年，那么房主和开发商的资金成本就会成倍的上升，那么它的市场风险也是无限的被拉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去投资搞房地产建设？现在加拿大公认最好的工作，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政府工就是公务员。他的福利待遇高，工作时间短，没有压力，不用担责任没事就放假。1年当中的公共假期呢，还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还能够养老。您想想本来好好的一个民主国家，现在逐渐形成了一股官僚气极浓的坏风气。好，我们再说说移民政策。其实从一个移民的视角呢，我一直都是支持自由党大幅开放移民的一个政策的。
我也不认为每年40-50万的新移民是加拿大无法承担的一个数字啊。即使大量移民的涌入对加拿大的社会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冲击，但这些都是暂时的。移民的到来呢，必将会给加拿大带来长期不断的一个国家利益，这也是加拿大人的一个共识。但问题是，每年这40多万的移民配额，其中将近一半是亲属移民跟难民啊，真正的技术移民其实并没有多少。2023年，加拿大就给7.5万个难民发放了永久居民身份，而在2015年自由党执政之初呢，这个数字只有3.1万人。这还只是已经拿到身份的难民，目前人在加拿大正在难民申请过程中的人就更多了。我再跟您说个数字，2022年和2023年2年间，就有超过120万乌克兰难民来到加拿大。这些人呢，要么申请难民，要么就申请各种技术类的移民，它直接导致了加拿大的移民申请难度水涨船高啊。而为了保障这120万难民的生活，又需要投入多少的财政支持和社会资源？其实啊，我深深的同情那些在战火中失去家园的乌克兰人民。但是加拿大是不是一下子接的受的太多了，甚至是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接纳能力？我们再说留学生，大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详细说过加拿大的留学生问题。那么在读的和已经毕业的留学生加起来有200多万，这些留学生都在争取每年少得可怜的移民配额，这也直接让加拿大目前的移民申请呢难比登天。移民对于加拿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一系列失败的移民政策，不自量力的大规模的接收难民，没有节制的赚留学生的钱，也让加拿大的移民标准呢形同虚设，把那些真正的高素质的技术移民挡在门外，这也必将在短期内给这个社会带来诸多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加拿大的外交。说句实话，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存在感都不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呢，你就地处于一个与世无争的世界的一个角落，人口和经济都无法跟1、2线的国家抗衡，更是长期的笼罩在美国的一个阴影下啊，能有什么外交话语权呢？但是呢，加拿大的总理小兔鲁多却不甘心，一心想要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明星。但是9年下来，结果怎么样呢？在跟美国的竞争合作中呢，加拿大的地位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让加拿大事实上已经沦为了美国工厂的生产基地、美国商品的垄断市场，以及美国高科技行业的人才摇篮。说白了，就是利用你加拿大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往加拿大市场倾销美国产品，再把加拿大的高素质人才吸引到美国。而在和其他大国的这种关系上加拿大更是犯下了很多的错误，比如说跟中国、跟印度、跟以色列不但贸易上毫无起色，更是因为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几乎切断了与这3个极其重要国家的友谊。我们单从印度对待加拿大的做法上呢，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无奈。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风波之后呢，印度直接驱逐了加拿大领馆的这个外交人员。要知道这并非是2个交战国呀。这种大批驱逐外交官的现象，在现代外交史上都极其少见。印度为什么会这么做选择？就是摆明了一个信号：你加拿大不重要。2022年，印度和加拿大所有的贸易总额为95亿美元，而当年印度的进出口总额为16710亿美元跟加拿大这点贸易对于印度来说，连个苍蝇腿都算不上，1%都不到。别人根本就不把你当盘菜你却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依不饶。本来可以通过智慧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非得闹到鱼死网破，展现出加拿大正义的一面，图个什么呢？自由党政府就是图个政治正确，就是图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露个脸就是要争当人类文明的正义使者。说好听了，这是缺乏城府；说不好听了，这不就是幼稚吗？而这样幼稚的把戏呢，还在一遍遍的重复。
以至于现在不光是加拿大人啊，连国际社会都亲切地称小特鲁多为 The Kid， 中文呢就是孩子。所以简单来说呀，加拿大的国家治理上，在自由党执政的这9年，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好在呢，2025年是加拿大的大选年啊，目前自由党的民意支持率呢也已经下降到15%以下。而保守党呢，又出现了一个多年不遇的一个强人 Poilievre 啊，中文名字叫做伯利治啊，所以呢，联邦大选中的这个保守党胜出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呢，全世界的政治风向呢，也都在向右转啊，很多主要国家的保守政党开始重新掌权。那么右翼政党呢，一般来说都是更擅长于搞经济，而左派政党呢，往往是更擅长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平等、进步的改革。车轮啊，其实就是这样不断的旋转，左和右也一直是在交替前行。所以你也能看出来，我对加拿大目前的国家治理以及移民政策是有很多的怨言的，但这些都是阶段性的问题，都是可以纠错的。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动摇到加拿大的国家根本。再说到加拿大的治安和社会风气变差的问题，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啊，加拿大的社会治安现在确实是不太好。比如说什么呢？小偷小摸呀、撬车呀，这个偷快递的事情啊，不绝于耳。甚至呢，有一些恶性的事件，比如说这个枪击啊、杀人也屡有发生。原因非常简单，短时间内呢，大量的难民、移民、留学生以及务工者的涌入呢，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些也都是人口快速增加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必然问题。但你要说现在加拿大的治安有多差呢？我也没有觉得有那么的严重。在我们没有来到加拿大之前呢，往往把这里想成一个和谐、安全、稳定的一个完美的社会。而一旦犯罪频发，就开始对这个社会有所怀疑。就像我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讲的，其实呢，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只能是我们的认知。那么加拿大它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虽然它的犯罪率呢比同属于同一片大陆的美国要低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杜绝人与人之间的争端，甚至恶性事件的发生。我觉得啊，您不用去纠结目前加拿大的社会犯罪率到底有多高，您就认准加拿大的几个基础事实就好。这里呢，没有严重的枪支问题，枪支的管控极其的严格。这里呢，也没有太多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即使是有贫困人群，但是各种社会福利也不会让人走投无路。这里呢，虽然是有各种各样宗教、肤色混杂在一起，但是没有严重的种族矛盾，更没有仇恨。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这里的社会公共资源、这个工作机会、教育资源都非常的充足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用是那种激烈竞争的关系，所以也养成了加拿大人佛系温和的一个性格特点。您就从这些社会最基础的视角来看，您觉得加拿大的社会治安又能差到哪儿？它的犯罪率又能高到什么程度？看到这里啊，您是不是有点晕了？大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你到底是说加拿大好还是不好？你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其实啊，我的观点很简单，加拿大的确在最近几年出现了问题。但无论是疫情引发的长尾效应，还是近10年的国家治理失误所导致的种种的社会弊端，我从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知，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顽疾，更不是无法改变的根本矛盾。说白了，我相信这些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加拿大的整个社会也开始认知和检讨，并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任何社会都是阶段性发展的，也总会有各种各样新的问题产生。你说，就是今天加拿大把民生和经济搞上去了，没准明天又会碰到什么样新的问题。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些阶段性或者表面性的问题而选择放弃移民，甚至选择在移民之后回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也不想劝您。但是呢，如果您跟我一样，还是对这片土地充满着期待跟信心，那么就要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预期，还要针对这些问题为自己的移民生活做好规划。这里我再说句题外话，
现在的世界用一句流行的话来形容，是处于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疫情对于人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最终的结果恐怕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中东、西亚、东欧的战火不断，世界的格局正处于冷战后最动荡的一个时代。而之前几年全世界的生产停摆和通货膨胀正在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现在的美国价值观严重的撕裂，种族矛盾、贫困差异、枪支和毒品问题也在持续的激化。而西欧各国则身处于地缘政治的危机当中，战争威胁以及大量的难民、非法移民严重冲击着原来稳定的社会结构。亚洲各国则深陷于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的困境当中。韩国的年轻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之为地狱，有意移民的国民呢，它的比例也在世界当中排名前列。而即使是日本，引用之前一位给我留言的网友的原话他是这么说的：看了大伟的几个片子都喜欢跟东京比较一下，那都是大家印象中或者记忆中的东京，并不是真正的东京。我在东京几十年了，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日本已经逐渐成了发达国家中的边缘国家，人均收入3年前被韩国超越，人均 GDP 2年前被台湾超越，整体 GDP 又在去年被德国超越。日本人都穷得要命，没人享乐或者攀比。那可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的时候吧。现在的人都想下班回家躺平，完全没有奢望的。我并不是想说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加拿大就是一股清流，就是移民的最佳选择。我想说的是呢，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每个人适合的移民国家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的了解我们未来要定居的这个环境，并清晰的认知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才会使您的移民不会后悔。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从踏上北美土地的第一天，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来到这里生活，付出再多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来到加拿大移民的这8年，我从没有一天后悔。不是因为这里完美无缺而是因为我可以理解和包容这里的问题，就像是这个社会也可以包容每一种肤色的移民一样。我的性格呢比较温和，没有太远大的抱负，凡事呢也不愿意争抢，顺势而为。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也没有指望过任何人或者社会能够让我依赖。我这样的性格呢，也恰恰在加拿大找到了共鸣。我想，这才是我喜欢和适应这里的一个真正原因，价值观相同。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汇集成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被什么表象所蒙蔽。一个社会到底适不适合移民，关键还要看您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也就是那个人生的关键命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往何方？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